所以我为什么说37式郑曼青那个37式，他不是在练拳，他是在练气的，他那个是在练气的。所以你不要讲他松垮啊什么的，他求立身中正啊，什么那个小步啊那些东西，他在干什么？你要知道他是在干什么，所以他的动作是那个样。啊，你说陈家太极拳练那个东西，他是在干什么？所以同样是太极拳，你不能拿陈家太极拳跟比方讲37式来比较，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目的的，他们是不同的目的，他们根本就是两种东西。所以杨家太极拳开始，杨家太极拳也是讲这个内在的调和的嘛。所以杨家太极拳基本上跟陈家太极拳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了，值不同了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了嘛，对不对？你说双胞胎姐妹啊，长得很像，可是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啊，一个男一个女啊，值不同了。所以外形虽然99%的一样，可是他们就是不一样，因为值不一样了。听不懂？所以你们要看懂值就是什么？很多的争论都在于什么？都在于不能比较，因为值不一样了，看起来是一样，可是值不一样了，他们之间就不能比较。所以我说你错了，你这样练错了是什么？因为你的练法，你里面的东西跟你要达到的目的，它不符合，就错了。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要注意，所以单换掌的换掌式跟双换掌的换掌式，它的动作不一样，它操作的要领也不一样。换掌我曾经讲过嘛，为什么要换掌嘛？为什么要换掌？就是当我们比方讲我们走这个。我们在这个姿势，你把它拉紧了，你在这个姿势上面走，维持在一个姿势上面走，你的肌肉、你的筋，它是不是你都是在使用一样的，是吧？它是偏的嘛，这个姿势本身就是偏的嘛，你用力也是偏的嘛，所以当我练我要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偏，我要把刚才在使用的偏的这个肌肉、这个筋、这个气血要把它转换回来，转到另外一边，所以我要有一个换掌式来帮助从这个方向的东西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那他在换的是什么？他在换的是力量，他在换的是从这边使用的筋跟肌肉跟身体结构跟。主要是这个，因为气血基本上什么，它的气血是属于内修功在修炼为主的东西。它虽然是以外为主，可是它当然也会影响到气血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在练的时候，基本上维持到它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外修功单换掌的换掌，基本是在转换从一个偏的一个部位的筋骨肌肉的形态，转变到过渡到另外一边的筋骨肌肉的，这样懂吗？那为什么要偏？为什么要偏？为什么我不练正的？为什么我不练这样走？为什么我不练这样走？很多为什么我不练这样走？为什么我不练这样走？很多人这样走啊，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平衡的。那你要这样走，你为什么要走圈？你为什么要走左跟右？你为什么要分成左圈跟右圈走？我们走要分成左圈跟右圈走，就是要把身体分开练。为什么要分开练？为什么要分开练？就是当我们是在平衡的时候，我的身体的
气血，我身体的能量，我身体的资源，它是平均分配的，基本上它是平均分配的到我的身上的嘛，是吧？啊，我的力量出去，我如果是100%的，当我做一个平衡的姿势的时候，我这个平衡的，当它分配的时候，是以我全身为标准，在做这个100的分配。所以可能我每个地方它获得的能量资源也是平均的。那代表什么？平均分配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这边有我这边有10张饼，你们这边有20个人，我这10张饼分到20个人，表示什么？表示你们每一个人只能得到半张饼嘛，是吧？那你们每个人得到半张饼，可是你吃不饱啊！你要吃一张饼你才会饱啊，基本上你才不饿啊。可是我每次都只分给你们每个人半张饼的时候，你们每一餐都吃到半饱，都吃到半饱，这个能量不足以什么？不足以供应你们的消耗。所以另外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还是10张饼，你们20个人，我分成两边，一边的人跟那个猴子一样，每个礼拜1、3、5这是你这边人20%的人，这边80%的人，我的10张饼，每个礼拜1、3、5供给你们80%的人呢，8张饼，这边2张饼，你们这些人去分，所以你们这一半的人，在这个阶段，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1张饼，你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能量的供给，是不是这样子？然后246换这边得到80%，这边得到20%。八卦拳在走掌的时候，它的左圈跟右圈跟把身体分出不同的部位来练，就是能量的分配。他在做你练的这个阶段，你练的这段时间，他在做能量的分配，它不是平均的分配，是我练这一边。我练左边的时候，我在练什么？可能这边的多，这边就少，这边紧，这边松所以用松紧跟里面的开跟合来做能量的分配。这个有没有懂？这是八卦拳走掌的秘密。所以你为什么要？很多人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分走掌要左圈跟右圈，而且要平衡。所以为什么这一派他练东西要分成左跟右？为什么练内的时候要分成？这个是心的，那个是肺，这个动作是练肺。我这个阶段练肺，而且是练左边的肺，这是练右边的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在做能量的分配。就这段时间，我不但吃到了1张饼，而且我吃到了什么？我吃到了1张半的饼。然后下一个阶段回来，我又给他吃1张半的饼，这边只吃半张饼。听不懂？这个叫练。这个叫练，这是八卦拳走掌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他把身体分开做能量的分配，因为能量它没变，是不是？我们身体的内在能量它没有变吧？可是我们利用不同的姿势，跟这个左跟右，这个离心力跟向心力，跟我的姿势的调整，来做气血能量的
不同区域的分配。所以当我要换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当我说你们是吃一张饼，他们只能吃只能吃20%的饼的时候，当我说换的时候，你不能说他马上去抢你的8张饼啊，你们抓到饼也不能跑啊，是不是？所以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转换阶段，要有一个转换，气血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才可以均匀无害的从这边转换到那边去。啊，你不能说我从这边，我的力量从这边啪，我从这边力量出去啪，马上转到这个地方来，我从这个力量马上转到这个地方来。外修功可以，因为外修功气血它基本上没有动，或者动的没那么大。我说这个力量转到这个力量可以，它是力量的转换，它不是气血的转换。可是你如果说我从这边回来马上吐，这不行了。听不懂啊？所以内修的东西，它的拳的设计一定是什么？呼跟吸之间，呼完了一定有一个吸，吸完了一定有一个呼，它的动作跟这个东西是配合好的，是跟这个东西配合好的，这是符合内修功的要求的那个动作设计。听不懂啊？所以八卦拳走掌它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换掌式啊。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在一边，比方我走这个，你看你走的够久，你的气血在这个平均流动的这个状态，当我开始走了，慢慢，它的偏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偏啊，是不是？是你走，它慢慢流动，它慢慢，它是慢慢转移的，它不是马上转移，它是慢慢转移，慢慢转移到那个地方去了，它需要时间，可能你走，有些人可能走你走300步，有的500步，每个人不一样，跟你走的高低啊，你走的速度啊，你走的什么有关系嘛？当它慢慢流动到那个地方去了，你才有换掌的需要，或者说换掌是对我们才有意义。你说我这边只走了1圈，我马上换到这一圈，那你不需要换，因为它根本没有动啊，听不懂？你没有给它的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个转移啊，你里面根本没动啊，外面也没动啊，那换掌对这个它只是一个形式了就没有实际上的意义了。到现在为止听得懂吗？你们去把那个逻辑稍微整理一下子刚才讲的练武的阶段跟八卦拳系统里面的外修功跟内修功，单换掌是属于外修功，双换掌是属于内修功然后外修影响的是什么？内修影响的是什么？然后到八卦它怎么来练？八卦怎么练？他把人分成左右上下内外，然后分成好几个部位来练，这是他的系统的逻辑。他的系统的逻辑就是这个，所以你要了解他的逻辑是什么然后我现在为什么我叫它是一个系统呢？一个系统的重要在哪边？就是当我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练的东西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哪一个地方。我知道我练的东西是在这个系统的哪一个地方。你没有系统的概念的时候，你在练任何东西，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不知道它们之间相互的关联
关联是什么？你不知道它前面应该是什么，不知道它的发展是什么，那就是没有一个系统，听不懂？啊，所以我说，所有的武术，所有的门派，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教学系统，而不是只是打斗斗，只是散手。散手没有系统，它相互之间它没有系统的关联性。但是所有的学问它能够传递下去，是因为它是什么？它有一个系统。我们说学校里面学的任何东西，它能够在学校里面开一个课，它必须什么？必须是一个系统嘛，是吧？他才能开课啊！一年级上半年教什么，下半年教什么，2年级教什么，你要提出一个教学系统来啊！你不能说我是诺贝尔奖得主，我就能够开一门课，不行。你可以当客座教授，你可以来演讲，你可以做单一主题的，可是你不能教学生，你除非提出一个你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那个系统来嘛，听不懂？所以一个东西要传承下去，重要的不是我的功夫多厉害，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系统。啊，好，这样子没问题吧？啊，你们有空啊，你们要带个笔记本，因为很多东西啊，你可能回过头就忘了啊。好，来。